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银行是深受人们信任的场所，但是在中共国，到银行办理存款业务却变成了被欺诈甚至是抢钱的经历。我们来一起看几段视频。你们都注意一下啊！我在这里面让我存了100多万，现在把我本钱都亏掉了。干什么拍来拍去的呀？我这本钱都被亏掉了，现在他们俩就逾期什么的，现在跟我讲了那个。不可以再给你拍照哈。我为什么不可以啊？爸，你已经受到我们的影响了，我现在我的本钱都被亏掉了，什么叫不可以？这个什么事情讲一下呢？我100多万，他让我存到这边存100多万，现在连本都亏进去了。是吗？什么叫理财？是你们这边说是你们在保本保息的。我100多万，还要我的公章，什么都来的，对不对？你现在把我的钱都亏进去了。来什么东西了？他们让我理财，在里面说是他妈银行内部的理财现在把我现在已经10个多月了，去年8月3号买的，现在10个多月了，现在我一查里面还有90几万，把我本钱都亏掉。他说最少6个点以上。一位80来岁的老人把一辈子攒下的11万多元存到了银行，本想呢得点利息，谁知道到后期才发现，说好的定期存款变成了理财保险，原本的11多万的养老钱只剩下了4万多元。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就是交给你的，你出了我保本保息，保本保息咋保了？你给我说咋保了？本来是11万多，11万多，现在掉了4万多，你说亏7万？你认认吧，你不认不中，就这一点我认。一名女博主表示，陆媒新京报记者通过卧底发现银行是如何欺骗老年人的。第一招，狸猫换太子。银行大堂里那些西装革履的理财经理不仅冒充银行员工，连我们的身份证、存款的金额都被银行卖给了他们当靶子。第二招，文字游戏杀猪盘，给你吹嘘的是什么保本高息，合同里呢藏着的却是提前支取要扣50%的本金。河南王大爷5万存单变保单，短期要用钱发现还得倒赔2万块，这是理财吗？你直接可以明抢啦。最恶心的是第三招，狼狈为奸。银行把 VIP 客户资料打包卖给保险公司，说好的存款安全呢，变成了保险公司的业绩。银行不但欺骗民众把存款变成理财，还配合中共当局以所谓的防电诈、防洗钱等名义限制储户取钱与转账。不少人认为中共并没有那么好心，大概率是因为银行的资金紧张才会限制民众取钱。而且中国大陆也有多家银行储户的银行卡在消费上都被限额了。2024年11月，一名女网友在网上曝光说，自己银行卡突然出现异常，不能用了。她问银行才知道，该卡已经被限制，每月消费2000块钱。她质问道，每个月只能用2000，够干什么的？而更为恶劣的是，此前吉林银行被曝光说，储户提款2万块就必须事先到当地派出所报备审核。银行人员说，这不是银行的单方面决定，而是根据辖区派出所的要求才这样规定的。一名女子到深圳龙华区某银行办理20万的转账业务，结果呢，被银行报警带到派出所。事后，她愤怒来到该银行网点的大门口，向路人诉说自己的遭遇。所有的老百姓都来看一看、瞧一瞧，抖音上发一发。我跟你说，哪有这样子做事的？20万就给我带到派出所去了。跟我问为什么转20万？昨天转账发现我的银行卡转账额度从500万直接给我降到了1万，而且是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直接就给你限制了。应该很多人都遇到这种事情。就在昨天，因为柜台下班了，还着急去 IDM 母机存了15万块钱现金，存了近20分钟，着急转给朋友，而且这可是救命钱。结果发现银行卡的转账限额下调到了1万一天，人家需要这个钱着急手术，有什么意外？请问你们银行能负责吗？2024年6月，路媒有报道说，深圳有多家银行需要预约才能够进行大额的取款。其中呢，光大银行规定，只要取款2万元以上就必须要预约。深圳农商行规定，取款10万块以上要预约。杭州银行规定，储户取款如果超过20万块，必须要提供资金的用途证明。建设银行要求储户取款超过20万元，必须在手机的应用程式上进行预约与审核。上述消息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百姓到银行取钱却是要被详细的询问，
取款要做什么用途？河北邢台市一名女士到中国工商银行取钱，被盘问的心烦意乱。我一共卡里边我取25000块钱，在这耽误了我20分钟，打了无数个电话要核实。我取钱要核实，我说我爱人住院，就跟我说你爱人住院在哪个科？我不住院，我花这个钱我取我自己的钱不行吗？哎，你好，帮我取20万现金呢？先生，您取20万现金是有什么用途呢？我想买个保险柜儿。买保险柜花不了这么多钱。剩下的钱嘛，我就把它放保险柜噻，总比放你们银行好嘛，又不方便，取个钱还问我用途。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你的钱存在银行怎么会不方便呢？很安全的呀。你莫扯哦哈，你们的办事效率恁个低，命短你都不敢来你们这儿办业务。老子9点钟来取的号，11点半你们才给我办业务。明明有4个窗口，每次来都只开一个，啷个嘛？其他几个窗口是管得起都地主吗？还是风水不好用不得嘛？你看下你们那个工作效率哈，老子都不好意思说你们，1个人干，2个人看，3个人围得团转。老子每次过来办事情，你们都像剩犯人一样，存钱问我的资金来源，取钱还问我的资金用途。现在转账啊，你们还给我相约，稍微转小笔点呢，你们还说我交易频繁，限制我的交易，叫我来柜台转账。现在网络诈骗这么猖獗，银行多一点风险管控也是为了你的资金安全呀。那我就纳闷了哈，你们到底管控的是哪个嘛？诈骗分子你们管控不到，涉黑涉诈的账户你们也管控不到，反而老百姓让你们管控得啥子都干不了了，动不动就相约说卡，要么就限制非柜面转账。那些诈骗分子分分钟就把老百姓账户里面钱给转走了。你说你们是不是脑壳有问题？该管的你们不管，不该管的你们还瞎操心。我现在才看清楚了哈，钱在个人手上才是最安全的，存在银行到底是哪个也就不一定了。这名男士说：“我就搞不明白了，明明是我的钱，搞得我像抢来的一样。”这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因为不少民众去银行办理最简单的取款、转账业务，都会遭遇这番审问犯人式的对待。人们去银行办理业务，一般都比较着急，但银行明明有多个窗口，却是只开了很少的几个。打电来的，到现在的话是快11点15，总共只交了6个号。你这是不是一天只开一个窗口，开2个，一个对公，对不对？一个个人是吧？个人的号一天能办10个，一上午能办10个号不？我们一直是2个窗口，对公上也是窗口，现在想多开几个，8个窗口都开，人多好干活。行吧，就给我们这些人，我把窗口开，里面没做人也不行，就没有人能办业务的人全部上岗，没有对公业务的时候他就办对私。而更让人寒心和揪心的是，储户着急要取钱给病人看病，但银行呢却限制交易金额，甚至让拥有账户的老人亲自来取钱，但老人已经病得很严重了。我问这里边的钱是谁的嘛？是你们银行行长的还是谁的？是你。那为什么我的钱我不做搞不了了？我要看来源的。你来源我的钱我查，我儿子给我汇的，从上海汇过来的。那你有资料的。我再回去汇回去啊，转回去不行吗？你可以查，要么你就叫公安局叫侦缉队来跟到我们买飞机调到上海去查。提供资料的不要那么激动。不是你们这说的人都不是人，讲的话人听了都生气。你把你们行长叫来。他是哪里人？不是人吗？行长不是人吗？是说了什么？这是我问，这是国家宪法规定的还是谁规定的？我的钱都转不出去，他妈的是一天转4000，我转1万多，我搞几天人死了这个。我问这个人这个病治不治，这谁负责嘛？这不扯淡吗？这不是。只是有法律现在出台了。法律哪一条法律你给我搞错了？宪法还是什么法？你给我说。反电信诈骗法现在出台了，已经出台。你自己的钱存你银行里面，你现在你搞这搞不了对呀、你跟是，你找你们行长来，找你们领导下来，我跟他谈。大行啊，邮政银行，我取钱了，他不叫我取，我等了钱救命了，我爸昏迷了，他就我爸确认给他打电话砸他，医院人给他打电话取钱不要取，我爸等我救命了，我取钱取不出来。邮政银行啊，就这几个人给他打电话打他。我把病单都给占了，叫他邮政银行啊！更奇葩的是，有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因为银行的规定必须本人亲自来取钱，而被儿女们抬到银行取钱。2025年1月26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四川省仁寿县一名瘫痪的老人被家属抬到县青冈邮政储蓄银行进行刷脸。家属说，如果老人不到场，就不能取钱。网友们纷纷指责银行办理业务不够人性化。该银行的工作人员向路媒的澎湃新闻回复说，家属抬瘫痪老人到银行不是来取钱的，是重新设置银行卡的密码来的。工作人员表示，重新设置银行密码需要人脸识别，必须持卡人到银行来办理。
工作人员解释道，当时并不清楚老人瘫痪的情况，如果持卡人不能够自己来，可以向银行申请，等到业务不忙时，银行能安排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办理。但网友们对此却是并不买账，业务不忙时可以上门办理，他们就没有不忙的时候。有的银行随意把客户的存款转房贷等等一些现象，怎么不需要本人到场的？为什么取个钱重新设置密码却必须要不方便的老人本人到场呢？第三方扣款的时候，为什么不让账户本人必须到银行就能够轻易的直接扣呢？2025年3月2号，路媒荔枝新闻报道表示，有网友抱怨说知道父亲的银行密码，但不能够替卧病在床的父亲取钱，只好把父亲连人带床的推到银行柜台才能够把钱取出来。网友们炸了锅，纷纷表示邮储银行也是这样的，我老爸已经93岁了，摔伤以后我帮忙取存折800块都让本人亲自到场，最后呢用轮椅推了5公里才去取钱。我看银行的意思就是打算讹钱，我们也是这情况，都在 ICU 了还是不行。记得银行的承诺，长期不取的钱按照前次存款模式续存，如果是定期的，那得等到期才能够取，那么如果是活期的，想什么时候取就什么时候取。银行单方面找理由不让取钱，这种行为有些霸权了。银行本是方便人们办理存款、取钱等业务的地方，应该是便民惠民，但是在中共的治下，却接连出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怪事。究其原因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国的银行资金不足了，所以呢变着法儿的限制民众取款，甚至呢还欺骗民众把存款变成理财、保险等。人们着急取钱或汇款看病时，如果遇到了银行被限制金额，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尤其是病人病情紧急的情况之下，如果因为不能及时得到救命钱造成的损失该怎么算呢？究其原因呢，银行是听命于中共当局的，因此中国大陆的银行出现的这一桩桩匪夷所思的事件，也是中共政权对中国百姓冷酷无情的最真实的体现。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